这男的叫吉刚，在广告公司上班。为了提早下班，他今天拼了，去参加大学登山俱乐部的小聚。工作后，他跟旧社员们已经5年没见。社长虽说聚会挺好，紧接着却让他客户今晚要见活动方案。身为标准打工人，吉刚只得卸下背包，再开电脑。山田把方案先发，我没完也成。我晚上有事儿，我先闪人了。山田的态度差点让吉刚爆炸了，但他还是硬忍着加了3小时班，把企划做完了。结果就错过了期待的聚会。转头吉刚看见了一张熟面孔，那女人是他大学时的师姐，也曾是登山社的一份子。3年前因为爱吃爱喝，他毅然决然辞掉了食品公司的研发职位，现在是个超火的美食造型大师。聚会散了，他觉得还想再喝点，就跑到吧台继续畅饮。吉刚立刻挨着惠子学姐坐下，叫了杯啤酒。他对惠子的行事印象深刻，尤其是他那如鱼得水的交际手腕。旁边的客人把刚要的豪华刺身大拼盘跟他们分享，新鲜又甜，真的超好吃。这家的熏青花鱼也是招牌，那金黄色的外皮看着就诱人。吉刚说他很少这样在带吧台的小店喝酒，今儿一来他觉得挺舒服的，还挺适合聊天的。本来因为山田生气的心现在也冷静多了，但他更喜欢连锁快餐的感觉，点餐用触屏挺便捷，而且进门也轻松自在。但贤子觉得他其实不需要快餐，就立刻推荐了家初学者的小酒馆。隔天一到办公室，山田知道吉刚已单干完计划，不仅没谢，甚至还冷嘲热讽。这时吉刚真想找酒消消气，那晚他就去了贤子推荐的地方，进了条胡同，发现个叫达摩的小店铺，扑面而来的是昭和旧时光。店里透过窗户看全是老顾客，让吉刚迟疑着要不要进。您想喝点啥？咱这儿的啤酒冰爽又提神，特别能解除工作一天的劳累。吉刚瞅着满墙菜单发呆，犹豫该点哪个菜下酒。旁边的大叔跟他说，这儿的天妇罗挺好吃的，还招手叫了服务员，直接给吉刚点了份鱼天妇罗。这突然的行为让吉刚有点懵，他在想是不是大叔请客呢，然后又赶紧多点了份金枪鱼纳豆，把新鲜的鱼肉裹上面粉油炸。马上就听见那滋滋的好听声音，面粉炸的酥脆，正是火候到了。端上来的不仅是鱼肉，还有新炸的紫苏叶跟茄子。油炸食品的吸引力就是这么大，香味一出让人忍不住要动筷。吉刚加了一块蘸了调好的萝卜泥酱，酥脆的表皮下是嫩滑的鱼，这种对比既鲜明又相辅相成。看吉刚吃的那么香，旁边大叔也洋洋得意，再来一口冰镇啤酒就完美了。冰凉和热辣的快感让他心里超满足。接着上来了金枪鱼纳豆，意外的下酒菜金枪鱼分量好足，葱花和海苔功不可没，它们提升了味道和口感。大叔教吉刚要先把这道菜拌均匀，再滴几滴酱油就绝了。吉刚认真拿起筷子开始拌，不自觉地想起了同事山田的脸，于是他越拌越猛，脸上的表情像是遇到仇敌。邻居大叔看穿了他的苦恼，劝他吐露心声。吉刚提到卡在上头和下属中间实在是太难熬，自感快要忍无可忍。大叔安抚说，那新人迟早会懂事。回想起吉刚初出茅庐，可能曾让前辈这么费心，什么都没做好还特别得意。吉刚又振作了起来，往金枪鱼纳豆滴了点酱油，纳豆包裹的鱼肉黏糊糊的，吃起来又紧致又滑嫩，味道独特。吉刚忍不住感激大叔，多亏他倾听抱怨，食物变得这么美味。U型酒吧就是有那股吸引力，让本就紧张的吉刚找到了特别的温馨与畅快。今晚的饭真好吃。吉刚发短信谢谢惠子学姐，因为她推荐了这么好的店。我忽然明白了，学姐你为何推荐这店？感觉我好久没真心谈话了，谢谢。连锁店确实不错，但有些特别的体验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有。惠子学姐也这么跟吉刚说。这种有吧台的小店被称为 U 型酒吧，待在里面就感觉大家都平等，座位没高低之分，无论哪边坐，无论是员工还是顾客，人人平等交流，还能遇到很多有意思的人，简直是人际交往的舞台。吉刚觉得自己可能有点爱上了 U 型酒吧，下次不妨带山田一起去，两人的交流更进了一步。自那次 U 型吧台畅饮后，吉刚就只想下班马上去放松，盼着能跟小弟山田谈天。这天吉刚邀山田同去 U 型吧，咱们一起去算工作吗？
山田这么一问，吉刚愣住了。紧接着，山田假咳嗽，说自己感觉不好，想直接回家躺着休息。显然他不愿意和吉峰外出。第二天一到公司，社长立刻叫吉刚去看模型房，说原来管这事儿的山田得了流感躺倒了，看来今天又得替山田收拾烂摊子。模型房到底是干啥的？吉刚心想，山田肯定是看不上这活儿，太丢人，才借故流感偷个懒。这里热得跟蒸笼似的，好想来罐冰啤酒。终于挺到傍晚了，脱下卡通服的吉网浑身是汗。这时候最解乏的办法，就是车站前喝杯啤酒再回家，最好叫上惠子学姐，找个新开的 U 型小酒吧。惠子正忙着跟客户开会，他们打算开一家意式风味浓厚的餐馆，便请惠子帮忙出谋划策菜谱，用了好多香草跟大蒜一起搭，做出来的托斯卡纳特色炸土豆，这烤肉也有托斯卡纳的味道。接到信息后，他打算给吉刚添点难度，如果上回的达摩居酒屋算是 U 型吧台的基础款，那神乐版的阿翔居酒屋就更有挑战性了。跟着导航钻进一条小街，这儿挺多洋气的酒吧，翔哥的家就藏在巷子里头，门口那个超大的烤鸟灯笼真显眼。吉刚鼓起勇气迈进店里，同上回的达摩家比起来，这儿的装修档次明显上了一截，可那股昭和风味依旧浓厚。翔哥，我的乌龙威士忌苏打怎么还没来？吵死了，别吵了，客人怎么能这么嚷嚷？翔哥来份鸡胗和尖椒烤一烤。明白了。听着别的客人叫单都直呼翔哥名，第一次来这儿的吉刚感受到了强烈的社交恐惧，甚至都搞不清点菜的正确时机，整天苦熬在闷热的玩偶庄里，再加上新店的紧张气氛，啤酒带来的解压似乎分外得力。这儿的小菜差不多都400-500日元一个。吉刚点了份油豆腐和烤鸡心，接着又要了烤鸡皮一份。店内的顾客们谈笑风生，还会不时和阿翔斗斗嘴。这繁华的场景让吉峰觉得不太熟悉，通常他只吃连锁快餐。这个店的烤串挺小，色泽深沉，意外的轻轻一咬，浓郁的酱香味溢满口中，配啤酒简直绝了。油炸豆腐淋上酱油，撒点姜末，外酥内热，显然是精心烤制的佳肴。阿翔很认真地烤着每一串鸡肉，和鸡心相同的小小的鸡皮串，虽然看起来和吉刚以前讨厌的鸡皮大不相同，原本应该嫩滑的鸡皮竟吃起来脆得出奇。阿翔真不简单，这鸡皮的味道别无分店。吉刚渐渐被这小店吸引，于是他开口跟旁边的人搭讪，经过其他人推荐，吉刚再加了根鸡皮。这时候学姐惠子走了进来，看得出惠子跟阿翔还有其他人关系挺铁，又点了串烤鸡皮，再要2串，真是不懂事。今儿又享受了一次美妙的 U 型吧台。想到阿翔的举止，可能是那种不造作的亲切吧。最近吉刚工作上也碰壁了，不过见识到阿翔的干劲，他信了，只需踏实干也能感动人。学姐惠子跟他说 ，U 型酒店不止酒菜，还有满满的人生哲理。看样子吉刚以后要常向惠子打听好酒馆了。28岁日本单身汉到底有多爱酒？每日哪怕是工作中跟客户接触，只要一想到晚上能去在居酒屋的 U 型吧台边喝上一轮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其实前一晚吉刚还是忙到差点累垮，趴在躺椅上幻想着要和心仪的惠子学姐找个好的 U 型吧台。这时候惠子的来电，他提议第二天一起去喝一杯，他们就约在那个地方，在吉刚的故乡横滨。按照惠子告诉的坐标，车站出来往右一拐就能瞧见那条巷子，转弯进去走不到1分钟，在扩建区的空旷处尽头坐落着一片仿若时光错过，保有昭和年代风情的所在。虽然自己是土生土长横滨人，但吉刚还真是头一遭特意来这边，直走到头就到了和前辈约好的小店。磨砂玻璃让吉刚看不清里面，但能隐约看到里面有人坐着，确实是家进不去的店。虽然最近常去 U 型酒吧，但吉刚每次都紧张。今天这店人真多，你真是准时喝酒，要不要喝啤酒？那就是啤酒了。刚从冰箱拿的啤酒，技巧满分的倒进玻璃杯里。下班喝的啤酒特别爽。这儿每个人喝酒都有自己的节奏，不必迁就别人勉强自己。就这么一小块地方，却汇聚了各色人等，像那位对旧书如数家珍的书店老板，善于家具打造的木匠，大学里教书的老师，还有搞美食的惠子，能和谁都能聊上几句喝一杯。
惠子点了份咸味烤肥肠，这是这家店的招牌菜。这家酒馆的烤肥肠一串5块，一份4串，一上烧热的炉子，立刻滋滋冒油，外皮焦脆就能上桌，真厚实，里头的肥肠还特软，一咬下去回味无穷。吉刚头一遭尝到这么赞的烤肥肠，再来杯冰镇啤酒，简直是打工族的超级治愈品。还有人特地跑来别的城市，就为了尝这绝味。该泡澡的时间到了，泡澡！吉刚满脑子都是泡澡的情景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你是不是想差了？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这家店的泡澡原来是水烫生肠，加葱花和酱汁就成了生肠泡澡。惠子还撒了点辣椒粉，蘸着黄末，味道真是太香了。肠子吃起来又嫩又有弹性，调料里的花椒味特别正。比起喝啤酒，这道菜肯定更适合日本酒。吉刚忍不住筷子不停，吃的根本停不了。在惠子学姐带动下，吉刚今晚连续干了好几杯，最后直接在吧台上睡着。脑袋迷糊中听到惠子提她男友老是出差，天天飞来飞去的。吉刚这回明白学姐为何老自己喝，直睡到了深夜。惠子付完钱走了，说去请学弟啃拉面。老顾客们都觉得不吃最后一碗拉面就好像没来过这儿。一份面条丢进热水里，等着的时候老板用高汤拌一碗酱油味的汤，面条捞起沥干水分装碗，加上叉烧和鱼板，一碗外表朴素却味道非凡的解酒拉面做好了。吃面前得先试试汤，鱼干的鲜香全都融入汤中，口感鲜美又不油腻。喝酒后吉刚觉得暖洋洋的心情舒畅了好多。在日本吃拉面得大声，面条又爽口又有弹性，就这么轮流吃面喝汤再咬叉烧，真的太美味了。多谢招待。听隔壁桌客人讲，每次惠子都得吃碗拉面才走，但今儿个奇怪的没吃。吉刚觉着学姐肯定出事了，他一起醉时看她孤单的背影，那么落寞，大概是因为想见异国的男友却见不到吧。店里的烤肥肠真好吃，还有解酒绝佳的拉面呢。吉刚在这儿发现了学姐出乎意料的一面，真不愧是 U 型的大混场，样样俱全，五彩斑斓。但他怎么才能让学姐开心呢？今儿个吉刚正闲着喝咖啡读书，社长又来到他旁边，说山田在工作上又闹了个乌龙，搞糟了昨天接待顾客的事，听说比客户还早到了约好的地方，然后自己先找了个座位吃起来了，搞得客户火冒三丈。老板认为下属犯错领导也有责任，得抓紧处理这档子事，所以老板想让吉刚跟着山田一起去道歉。结果吉刚心里特别不痛快，这回真是对不住了。尽管吉刚带着道歉还准备了礼物，可山田那脸还愣是一副不甘心的模样，这就让客户更不高兴了。结果客户直接把礼物退回来了，没采纳道歉。回家路上感觉山田似乎有点悔意，吉刚决定不再计较，早点结束去喝一杯吧。但山田好像并不认为自己有错，反倒觉得客人太讲究小题大做，他拒绝了吉刚的邀请，居然撂下脸就回家了，真是个怪胎。吉刚在自由之丘站周围全是潮流小店，但车站另一边就是超接地气的小街。吉刚发现了家鳗鱼居酒屋，往里一瞧，只有一张吧台，正是他喜欢的 U 型吧。吉刚急忙给惠子学姐发了照片，跟着鳗鱼香味走了进去。明明天还亮着呢，这家店已经客满了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满足。吉刚先来了杯啤酒，先倾斜30度后杯子正直放置，这种倒酒技巧能让泡沫比例刚刚好。我开始吃了，餐厅墙上挂着菜单，可好像都是鱼的各种部位，吉刚没那么清楚。先来点鱼头和鱼干。谢了，放心吃吧，会好吃的。这间居酒屋专做鳗鱼烤串，都是用木炭慢烤出来的，炉中厚重的炭层表明这店生意相当火爆。烤之前得把串蘸下招牌酱料，接着就扔炉里去。鳗鱼油一碰那滚烫炭火，马上起夜冒生，诱人极了。这些鳗鱼串基本上都烤好了，等客人一点烤箱就行。吉刚坐的地方离烤炉超近，一转头就能瞧见烤鱼过程，简直是 U 型吧台的极品好味。隔壁的食客觉得鱼头撒点花椒更棒，别被鱼头的颜色骗了，吃起来真的很赞，嚼劲十足，胶质多。吉刚实在停不下来，赶紧来一杯啤酒配着。吉刚再要了杯清酒，模仿旁边老头的举动，清酒加冰，味道就会变得更加细腻饱满。老头说这是省钱喝酒的招儿，
接着惠子也加入，他弄了杯乌龙茶掺酒。惠子常来这儿，他又点了2串咸烤串，接着又点了2串必吃的伽罗巨栗。吉刚对这个名字一头雾水，那其实就是鳗鱼处理后剩的料，搓成串儿烤一烤。别小看这是鳗鱼的剩料，它可是让人畏惧的下酒佳肴。简单的盐烤鳗鱼搭点芥末，先来一口不加调料的试试，味道真是鲜爽，沾点芥末味道立马变得惊艳。虽然辣到眼泪直流，但那味道让人根本停不下来。烧烤完的肉串再浇点酱，撒点辣椒粉，油花满满，散发出香气，肉质嫩弹，让人精神百倍。吉刚觉得能吃好多串，但惠子说最多只能吃2串，这样才能保持它的美味吸引力。居酒屋的魅力就在这儿。U型吧台上，大家坐哪儿都一样，没有高低之分，可以自在的畅饮。这儿能认识友善的新朋友，听到他们的趣事。今儿又轮到惠子前辈请客，虽然他和我只是前辈和后辈，但感觉我们俩越来越熟了。今天工作上吉刚又受挫了，和小弟山田聊天时又挫败了一把，决定自己去喝点消消气。这时候就得靠 U 型吧台救场了。吉刚刚打算自己去找个居酒屋，就收到了惠子学姐的电话，俩人今天巧合都想出去喝一杯，那就一起去呗。他们今天约在町田喝酒，我这就来。那些充满温情与生活气息的小店，通常都藏在巷弄里。吉刚透过窗户往店里瞧，那温暖的黄灯光洋溢着浓厚的昭和风情，让人不禁充满期待。吉刚今儿坐的位置挺好，既能观望老板烹饪，也能瞧瞧吧台两旁的客人，这让他应对自如，感受到 U 型吧台的乐趣。吉刚习惯性的先来杯啤酒，这儿的酒杯大小正好拿来点开胃。这时吉刚瞄到吧台上的零食，有他爱吃的蒸芋头，他点了份芋头，老板迅速端上来，还配了盐和芥末，让他蘸着吃，沾了点盐，味道更香更糯了，撒点芝麻，香味更浓。吉刚头回听说蘸芥末吃，他试着蘸了点，芥末那一刺激，美味更显，第一次尝试真不错。接着来杯清酒，好好享受接下来的时光。这时候惠子走了进来，点了杯和吉刚同款的清酒，又额外点了份糖醋鱼，今晚非喝个痛快不可。把小鱼裹上薄薄的面粉炸一炸，炸成金黄脆皮，再浸进酸甜酱里，搭配点清脆蔬菜丝就 perfect。 喝清酒的乐趣在于第一口纯碰酒面那个快乐就开启了，这清新的酒味特解渴，立马就激起了我的食欲。糖醋小鱼虽小，味儿真是鲜美极了，鱼肉新鲜又滑嫩，皮肤沾了酱汁，一个字脆，搭配清新蔬菜丝，简直太适合小酌了。对于想焕然一新的你，这菜正合适。惠子挑的藤壶是海味儿，常附着在岸边岩石上，长得挺像马牙的，被誉为海洋里的魔物，能附着在海龟身上。其实味道鲜美，肉质嫩，也有人说它是地狱出的海味，但到底该怎么吃这货？有个会试的硬部位，得这样握着它。吉刚头回见这玩意儿，居然二话不说就吃了。这不大的家伙像贝类一样，竟然尝起来像螃蟹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旁边一对男女突然起了争执，女士气冲冲地跑了出去。他们原来是青梅竹马，女士离婚后回了老家，男士想说辛苦了，却脱口说了句恭喜。女士受不了他幸灾乐祸的态度，忘带包又不得不返回。内脏在锅里慢炖高汤中，撒点芝麻和调料就能出锅，直接是个热乎乎的佳肴。肉饼在炭火上烤得外酥里嫩，蘸点酱料后再放火上烧烤，烤出满屋香味就能吃了。看到面前的免费小菜，男女俩都不约而同静了下来。这家店是让人好好享受美食美酒的地方，趁着冰镇酒和热菜，快享受吧。男人先端起酒杯，女人也跟着喝了。看男人那呆样，惠子喊他快给女人夹菜。女人头一回尝盐炖内脏，味道嫩得惊人，咸汤也特解渴好喝，似乎对美容有戏。怎么吃都行，吃肉饼别忘了蘸黄芥末，用了9成纯肉，这汉堡肉超实在，蘸的酱超级酸甜。看他俩吃得开心，吉刚惠子和客人都替他们高兴。男的大口喝啤酒，说吃这美味的没法撒谎，恭喜你真心话啦，别逗了，真的。男的借着酒势向女的告白了，他一直对女性情有独钟，只是一直在等待时机，如今机会终于来临，他绝不能再让他溜走。女性轻轻一笑，
随即变得有点慌张，尝试吃东西来掩盖尴尬。酒馆里的客人纷纷敬酒，庆祝他回到这条街。这大概就是居酒屋独有的吸引力。老板跟客人靠这把台变得亲密无间，营造出独特的陌生感。多亏了托惠子，男士终于和女士开始约会，满足了长久以来的心愿。看着二人这副模样，吉刚不由得思考，如果惠子前辈跟男友分了，他会说些什么呢？我就喜欢你吃的那么满足的样子。惠子学姐的暧昧话马上让吉刚高兴了起来，是不是他跟惠子可能会有点小火花呢？泥鳅活蹦乱跳扔进开水，如果他挣扎见水，直接盖锅盖压住，最后浇上蛋液，日本打工族最爱的泥鳅锅就做好了。对付那些工作压力大的情况，对总加班的日本打工族来说，啥是最解乏的招数呢？28岁还单着的吉刚觉得泡在 U 型吧台最能舒缓心情。今儿的吉刚没听惠子师姐推荐的酒吧，而是在街上撞见一家挺不错的，看到心仪的店不进去才怪呢。店前的标志满满的昭和味道，吉刚还得工作，索性去吃碗拉面。透过玻璃一瞧，居然有他爱的 U 型吧台，嘴角不自觉翘起。这店开了80年有余，店里人们举杯轮流，聊的声音洋溢着轻松快乐。这次吉刚没要啤酒，直接点了碗拉面。这家店的拉面很正宗，像东京老味道，还加了鱼糕，真的让人回味无穷。听别人说，这拉面在附近数一数二，真的挺好吃的，汤头清澈又鲜亮，就是那种淡淡的酱油味，所以特别好下咽。这味道就是昭和年代的经典中华面味，吉刚吃的津津有味，就连里面的鱼糕都是小时候那种朴实无华的口感。不一会儿，他把碗里的面汤都喝光了，真是家不错的小店，下次记得喊惠子学姐尝尝看。吉刚和惠子最近走得更近了，都是工作牵扯的。吉刚特地去过惠子的工作室拍蛋糕照，他们从居酒屋出来后，吉刚就立刻给惠子电话了，两人定了周日见。但惠子说会带个朋友，见面才知道是惠子的妹妹杨子。喝酒后当然得吃拉面，三人一边聊一边走，很快到了这家酒馆。喝点啥？我要生啤我也来，那就3杯。爽快的啤酒一饮下，喉咙终于不那么干了。他们发现老板娘一直守着一大锅，老板娘解释说锅里炖的是招牌内脏杂煮，特别是马的内脏，里面只有马的内脏和牛肺，其他东西绝不放，这是他们开店以来的规矩。锅里的浓稠酱汁特别诱人，看上去配酒正好，要不要试试呢？好的吧，就是这样的小碗才1份，那股味增酱的香气已经完全浸透了内脏，不过又别有一番鲜嫩口感，感觉要是不点这道特色菜，相当于没来过这居酒屋。一道内脏煮让吉刚干掉了一大杯啤酒，他连忙催老板娘再来一杯。惠子点了杯乌龙茶酒，杨子是选的气泡烧酒，继续吃的话再要跟黄瓜梅泥拌泥鳅锅，还有鱿鱼条。泥鳅火锅用的都是活泥鳅，一捞出来就往锅里一倒，泥鳅一烫就扭动不停，这时得赶紧拿锅盖一盖上。泥鳅熟了，浇鸡蛋液上去，盖子一开，鲜香扑鼻，泥鳅全都裹在软绵鸡蛋里，鱼肉特别嫩滑，鱿鱼丝味道真鲜美，黄瓜梅拌爽口解腻。这美味的东西大家一块分享，吃起来真是更香了。轻松地边喝美酒边吃好料，幸福感真的满满的嘞。三人一直喝到日落不绝。趁惠子打电话时，杨子说姐姐最近跟男友联络少了，所以经常感到孤单，但她最近老是提到吉刚，似乎比提男友的次数还多。杨子相信吉刚一定是好人，肯定能让姐姐感到幸福。他来喝酒其实就是想见见姐姐总提的吉刚。杨子也好奇吉刚对姐姐的看法。这时候惠子接了个电话回来，他们决定今晚就用拉面收尾吧。可是老板说不好意思，白天的拉面已经卖光了。虽然没吃上好吃的拉面，这小店的每道菜都透着店主夫妻满满的爱，暖心又给力。时间还早呢，杨子建议再串串别的店，但今儿就此打住吧。街景不断变新，这店却始终坚守传统。吉刚心里暗下决心，还要回来。每天上班受气的吉刚，今天策划案又被否了，这不免让耗费了不少心血。做策划的吉刚感觉十分落寞，没想到晚辈山田还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。算了，懒得生气了。吉刚黯然无处倾诉心事，只好向关系不错的惠子学姐发些信息。为了鼓舞吉刚，忙碌的惠子
抽空给他打电话，讽刺到你这个废柴振作点。惠子叫吉刚去他最爱的 U 型酒吧小酌，一方面是为了安慰他，另一方面也是答谢他之前请他和妹妹杨子喝的酒。这次惠子推荐的是自己暗藏已久的小馆子，这家可是顶级的 U 型吧台。吉刚一听暗藏的店4个字，立刻兴奋起来。顶级的 U 型吧台店就在东石条站周边，对吉刚来说是头一趟。夜里街头的小店挺热闹的，香喷喷的小馆子通常深藏在巷子里。吉刚不知不觉走进了居民区，最初他还以为迷路了，直到看见前面的那盏红灯笼，才明白自己没迷路，只是绕了圈。店里顾客不多，只有老板娘一人在忙。吉刚刚点了杯啤酒，老板娘却只端来一瓶啤酒和个杯子，得亲自到角落那个暖箱里取啤酒。吉刚还以为自己在 U 型酒吧算个中高手呢，哪知道刚一来就挨了顿响亮耳光。头一次踏进这超级 U 型酒吧，他手都因紧张颤个不停，可一口啤酒后凉爽舒缓，不适感顿时消失无踪。然后就想着啥菜下酒好，小店的菜单里好多菜，只要200日元就够了。他正犹豫呢，惠子就推门进来了。他一落座便跟老板娘闲聊开了，看样子惠子应该常来。他点了土豆沙拉，一大碗装满了，口感又滑又嫩，就跟儿时妈妈做的似的，味道真心让人觉得踏实，真的好吃。惠子姐跟他说，老板娘原本在银座商场当售货员，泡沫经济弄得她失业，才接手爹妈的酒馆撑家。老板娘给来点小吃，吉刚心里早盯上那堆小食，没想到惠子眼光跟他一样，真给点了一份。惠子说这儿是他第一次光顾的 U 型吧台，所以他对这地方特别有感情。那时候惠子还在做食品公司开发部的工作，好几个他提的产品计划都通过了，但因为卖相不佳，上架没多久就得停售。他想研发更受欢迎的食品，跑遍了许多网红小吃店，尝的东西越多，越摸不着头脑大众到底喜欢什么口味。就这样闲逛，他在夜晚发现了那个醒目的红灯笼。他一开始只透过门缝探了个头，马上就被热心的老板娘请了进去。当时他坐的正是现在这个位子。那时候的惠子和今天的吉刚一样，对着自己去热酒柜拿酒感到好奇，空肚子喝了口冰啤酒，这种畅快让惠子有点微醺。厨房的老板娘正在弄他点的豆腐包，就见他向锅里放菜后立刻盖上盖子。旁边喝酒的顾客不禁评论道，豆腐得跟着一起下锅，不然客人吃的时候会是冷的。老板娘不但没反对，还乐意接受。顾客竟然在指导老板娘烹饪，因为之前一直在商场工作，老板娘做饭的技术一般，是靠这些常客的帮助才能把小店继续开下去，因此他必须尽力去做好每件事。砂锅内是用高汤烹的豆腐和素菜，边吃边沾点酱，虽然味道看似淡，却有种亲切的家常味。一旁的食客向惠子推荐了必尝的日本酒，听说只有这里才喝得到，口感爽口醇和顺滑，对老顾客而言，一天不在这儿压轴就心神不宁。这小店没啥特别小菜配酒，老板娘性情真挚，常客们也在这气氛中悦得其所，确实挺让人心情好的。这种美好网评说不清。听完惠子和店的往事，吉刚特别受感动，这小店真能带来力量和支持，绝对堪称终极的 U 型酒吧。他俩下回的酒肯定是惠子当初那款日本酒。低头轻抿一口，那份愉悦又回心头。海苔裹着芝士一口吃下，甜美与奶香相得益彰，简直是配酒绝配。夜晚真宁静又舒心。人生嘛，遇挫折或迷惘时，只需朝红灯笼前行。毕竟人生漫漫，稍微绕个弯有时也挺好。想想今天工作的波折又算到了啥，振作起来继续走就是了。炸串裹上那浓郁咖喱，居然如此美味，出乎意料。再搭配杯冰镇啤酒，人生还有啥烦恼？周末要加班，真是受够了。因为工作必须赶进度，吉刚只好和小山田一起周末加班了。只有吉刚在干活，山田则是在一旁闲聊喝咖啡。前辈你真能干啊！其实加班都是因为山田托他的工作。山田居然说他得跟女朋友见面，就先溜了。碰上个这么不靠谱的小弟，真是没运。吉刚只好闷坐公园里，不知怎的就给惠子前辈发信息诉苦了。看到学姐惠子的消息，吉刚立刻回了个电话，说自己连午餐都没吃，更别说早饭了，
一口未动。惠子给他介绍了家 U 型酒馆，能在白天就开怀畅饮，让吉刚去放松下，好好吃点。他介绍的居酒屋就在赤羽站旁边，那可是酒客的天堂啊！白日里就能畅饮的 U 型酒馆，吉刚第一次听说。这次他没透过玻璃窥视，直接鼓起勇气进去了。虽然天还亮，但店里几乎满座，而且大家看起来喝得挺开心，这才像自由街道居酒屋的味道。最吸引人的是烤炉飘来的烤串香，U 型吧台的一大卖点，就是视觉嗅觉都能享受做饭和吃的双重乐趣。吉刚打算先来份招牌菜，自酿的丸鸡啤酒，小份炒卷心菜鸡蛋，超便宜，不是真的会后悔。白日一早就开喝，感觉有点负罪，但这酒实在太香，连带着负罪感吉刚都觉得开心。白天喝酒简直完美。把少量卷心菜叶放进平底锅里，稍微一炒软了就浇上蛋液，再翻炒几下就能盛出来。尽管用的食材和做法都简单，但味道真的是特别清新又香。卷心菜叶裹着满满的蛋香，只这么2样东西，竟然意外的美味。吉刚正专心致志地吃着，这时惠子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。惠子一坐下就来了杯叫南山的日酒，接着又点了2串烤章鱼，新鲜章鱼变成烤串，高温让肉紧缩，皮肤更香了。得蘸满酱汁烤章鱼才好上桌，肉质弹牙，酱味十足。这会儿下午2点多，能在小店悠闲喝酒吃串，对于像吉刚这种打工族来说太奢侈了。章鱼这里生吃也行，感觉好奢侈呢。这时背后想起一对情侣吵架，明明选了这家酒馆，男的还大嚷讨厌吃内脏。惠子心想这客人真没礼貌，好心情都没了，不想吃干嘛还来呢？吉刚回头朝吵架声看，竟是那对情侣，居然遇上了山田和妹妹杨子。4个人互相看了都挺意外，既然撞上了，索性一起喝一杯，也好补偿吉刚之前没请到山田喝酒的遗憾。伴随着烤炉嘶嘶声，大家开始闲聊起来。山田本来就不爱喝酒，对吃的也提不起劲，之前说喜欢那家小酒馆，不过是为了追杨子庄的兴趣，他实在不爱跟一群人喝酒，所以才常常推掉疾风邀请。那咱们再干一杯吧，来吧，碰个杯。山田一气呵成的喝完了满杯，不过抵闷着脸墙。杨子叫了份味噌土豆，但山田发现店里有个秘密菜单，传说炸串蘸咖喱特好吃，这吃法让大家都很好奇。面包糠裹的肉串一下油锅，马上就起了满锅油花，这炸的声音天下最美，带金黄脆皮就可捞出粒油，浇满咖喱酱，瞬间食欲大开。这一幕看着就让人馋，一口下去满是活力的味儿。你不是说不想去 U 型吧？对吧？就因为 U 型那种特别的感觉，这儿的佳肴美酒，吉刚和山田的矛盾明显缓解了。山田今天确实太兴奋，喝成大醉酒，但我们4个人都乐在其中。人与人的互动 ，U 型吧台更拉近了人际间的距离。用喝酒交朋友或许有点老套，却没想到今天喝酒让我对晚辈改观。这家店能让众人放下屏障，畅所欲言，不愧是一杯好酒胜过千金的地方啊！麻辣香浓的酱汁慢慢冒泡，淋在软嫩的煎蛋上，这美味组合，谁能不为之心动？惠子辛苦了3年，就要推出自己的食谱了，这是她长久的梦想。得知好消息，跟助手先庆祝，然后立刻发信息告诉海外工作的男友，却迟迟收不到他的回复。自从跟山田小酌一番后，2人的友谊就更上一层楼了。今天中午，山田拽着吉刚去了家挺有格调的餐厅，专门为了吃松饼。山田满心欢喜，津津有味，可吉刚坐立不安，感觉不太适应。他俩点了培根蛋味和鲜果味的松饼，水果的酸甜清新，令人心旷神怡；培根蛋的则香气四溢，油而不腻。吉刚意外地发现，咸味甜点也挺好吃的。虽然大伙儿都觉得松饼算甜点，看来他当正餐也不错。在小山田眼里，虽然行吧台挺好，但作为广告人得跟上趋势，得尝尝现在流行的美食。因为女友杨子爱松饼，他才开始认真学。但想到上回在酒吧时，杨子含糊其辞说2人的事，吉刚忍不住问他们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。差不多之前还去了 U 型酒吧，山田说杨子最近好像挺忙，老实跟他说对不起。那你们就去过一次？吉刚未免尴尬，找个理由说去洗手间。
结果发现墙上有张贴着惠子学姐的海报，他自拍了个和海报的合影，随即把照片发过去了。原本闷闷不乐的惠子看见这张照片，顿时笑了。接着惠子给他打了个电话，提议晚上去 U 型酒吧喝一杯，约定的地方在淞沪站边上。跟着惠子的指路，吉刚来到一条窄巷前。要是换成以前的吉刚，他肯定发现不了这小酒吧，但现在变成了他的乐园。如果没惠子学姐带路，他也找不到这乐子。如今已经没有办法想象没有 U 型酒厂的人生了。一推开酒馆那扇老旧木门，吉刚就看到惠子学姐已经在吧台旁坐下，依然是那么乐观的和大厨闲聊。他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存在。难道只有 U 型酒厂吗？惠子点了啤酒和煮毛肚，店里的啤酒泡沫特别多，光看毛肚煮就挺有食欲，撒上点葱花，味道更丰富了。毛肚煮和啤酒上桌了。冰啤酒真是消解一天劳累的最佳选择。惠子让吉刚尝尝这的特色毛肚煮，嘴里一放炖得软烂的毛肚，就在口中慢慢化开。比起中午的松饼，吉刚还是更爱这种简朴味道，配啤酒刚好。今晚我得尽情享受。惠子又点了刺身拼盘，各种新鲜鱼肉和章鱼片，拼盘里还有切碎的鱼肉，每片都闪着光。这鱼都是渔民直接送的，肯定又新鲜又好吃。因为每天的鱼都略有区别，每回尝新口味的刺身，都让食客们挺开心的。红雕加点芥末沾酱油，那股微汁的滋味秒满口，肉质紧实实在太香了。你俩挺配的，是情侣吗？才不是呢，不靠谱学弟遇上猛学姐。别那么说嘛。小铝制水壶放在便携式炉子上，这是这家店从上一任老板经营开始留下的传统。这家 U 型酒厂独特之处还在于它有一片宽敞的合适座位区。今天跟屋子里的朋友们一起庆祝一对恋人结婚了，惠子跟吉刚就能坐在吧台边，闲适地小酌几杯，感受着周围的庆祝氛围，挺有一番情调呢。火旺快炒的头子牛肝和关东煮一起端上来，牛肝味道真香。吉刚刚夹起一块萝卜就吃了。咋吃我萝卜了？不好意思，那我这鸡蛋先留着。店老板看他俩幼稚斗嘴，就又送了块免费萝卜。入味的萝卜是关东煮的极品。看惠子学姐端详美食的神情，吉刚不由得也笑了起来。他们接着叫了肉酱味增煎蛋，煎蛋软糯上面撒满了肉酱和鲜绿的小葱，勺子一沾就深陷进去，这种柔软难以言表，味道既麻又辣，真让人离不开酒杯。看着和室里那对新人甜蜜的样子，惠子情不自禁地想起男友最近的态度。学姐，你男友怎样？还在海外吗？一连串问题让惠子无言以对。吉刚忽然也觉得挺失落的，想到如果惠子的男友回来了，他就没机会了。惠子一边喝酒一边想起来，男友以前总是在她身边，不知不觉他们变成了现在这样。饭后两人一起走向车站，惠子跟吉刚说她要写食谱了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无论你开心还是伤心。听完吉刚那番话，惠子一下子扑到了他怀里，可能他就是想靠一靠，减轻点寂寞感。或许他对吉刚真的有感觉。回家的路上，惠子的手机收到了男友发来的短信，里面说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谈谈。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，肯定是饿肚子时裹满面糊的鸡块和虾仁下油锅的声响，单是那油炸的滋滋声，就能让人大口享受冰啤一杯。自那次离开 U 型酒吧后，惠子主动抱了小她3岁的后辈吉刚，总是显得坐立不安。想到男友从海外发来的信息，提到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谈，惠子感到心乱如麻。工作时总没精打采，吉刚也在琢磨对惠子学姐的情感，毕竟他早就对惠子暗生情愫。但两人一旦亲近些，他却开始迷茫了，似乎再也难以约惠子学姐喝酒。沉迷这念头的吉刚完全没察觉社长正悄悄接近，原因是公司得招待个重要外宾，老板来问吉刚订餐厅的事了。但吉刚心不在焉，见吉刚愁眉不展，小山田建议他去问问惠子前辈，他挺懂行的。果然这能成为联络惠子的借口，吉刚就给惠子打电话，前辈晚上好，打扰了。怎么了？客户想试试日料新意，所以比起寿司、日式火锅更喜欢去居酒屋。惠子就介绍了秋叶原的一家，那儿是个 U 型吧台。吉刚就约惠子
周末帮忙招待客户，终于能好好聊聊了。但想到那天俩人抱在一起，吉刚又开始担心，不知道学姐现在怎么想他的。转眼已经是周末晚上了，约好的吉刚在秋叶原站下车，这地方满是动漫风，还常见女仆装服务生在街上吆喝客人。学姐惠子特适合 cosplay， 真不愧是你，吉刚棒极了，超喜欢学姐你。正当吉刚沉醉幻想，惠子突然出现在他后面，依旧是那副爱开玩笑的模样。吉刚这才放下心来，到了约定见面的地点，费德里克先生早就等在那儿了。费德里克是意大利知名饭店的大厨，对吃的喝的品质要求很高。他们3个人来到一家平价饭馆，吉刚没想到在潮流的秋叶原还能找到这样的 U 型酒吧，这种大众饭馆就是可以尽情喝酒不受限制的地方，人情味的酒吧挺好的。我们3个坐在吧台边，一进门，费德里克先生对这个 U 型吧台特别感兴趣。惠子解释说，大家这么坐在一起喝酒是一种特色。我们3个先来了3杯啤酒，确实大口喝啤酒特别畅快，应该没人能拒绝。周末晚上来一杯冰镇啤酒的快乐吧。吉刚点了份炸鸡块和刺身，还要了热清酒，还有3个酒杯。鸡块下锅油里，滋滋响，听着就香。端上来的时候，外皮已经金黄酥脆了，一咬下去，先是外皮的酥脆，紧接着是里头多汁嫩鸡。用热酒壶加热的酒对外国人挺新鲜，瓶子摸起来还挺烫的，不过这种特殊的味道真是迷人。刺身拼盘精致到位，鱼肉太新鲜，咋吃都美味。原汁原味的手艺让人动容，配热酒简直绝妙无比。看费德里克先生吃得那么满足，吉刚也感叹美味真没国界。最后就用天妇罗来结束这顿饕餮盛宴吧。各色食材裹上天妇罗粉，油炸至金黄酥脆，捞起来沥油，里面有虾、茄子、西葫芦还有海鳗，蘸了带萝卜泥的调味汁，一点不油腻，只有酥脆感和海鲜的清甜。这样的好吃的东西和氛围下，吉刚和费德里科乐呵呵地举杯畅饮，饮酒其乐融融。虽然说过之前的是最后一道，但他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又点了菜。特别要提这个上汤煎蛋卷，千万别错过，这家店的味道太赞了。吃完这顿，费德里科就得跟山田去看看新店。听山田一直说要带费德里科去一家特别的忍者酒吧，他挺期待的。地址找得到吗？肯定没难度，我得别当电灯泡了。我说了，咱俩不是那回事儿。今晚真是个棒极了的夜晚。U 型酒吧的气氛跟费德里科先生的风趣，让惠子学姐笑得那么开心。吉刚意识到自己其实已收获颇丰，逛了好几家 U 型酒吧，吃喝美味佳肴酒水治愈着自己。惠子学姐还嚷嚷要去下一家酒馆，还得吉刚掏腰包。但走到半路，惠子又忽然停下步子。我现在挺烦的，男朋友让我考虑去意大利，跟他一起定居。这对吉刚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，他们是不是真没戏了？他咬着那些油乎乎的内脏，一饮而尽杯中的烈酒。吃饱喝足，他准备去向暗恋多年的学姐表白了。自打听说惠子学姐或许要跑去意大利找男友，吉刚心里就完全凉了，失落的连上班开会老板讲话都听不进。吉刚，这次我打算找食品造型师惠子小姐帮忙，你能帮忙联系她吗？行，我懂了。望着手机上惠子的名字，吉刚思绪又飘回那晚的谈话，所以总是打不通电话。吉刚正在犹豫时，后辈山田忽然从后面问他今天有空吗？一起去喝一杯怎么样？吉刚本能的以为山田又出错了，想找机会让他解决问题，但山田说他只是想要他出去喝酒。吉刚道了谢，但说今天就不了。吉刚坐回座位，心想找个工作的借口约惠子学姐挺好。俩人见面，吉刚就把所有文件都摊开，严肃地邀请惠子参与工作。按照老板的要求，他俩现在用尴尬俩字就够了。惠子对吉刚真没有好感，我看未必吧。那次拥抱和惠子现在的烦恼已经说了很多。下班后心情沉重的吉刚独自一人走到了车站附近，他打算找个地方喝点酒。这间居酒屋虽小，可是吉刚最喜欢的 U 型吧台。他一个人坐到了吧台中间，先来了杯生啤，
随便找的居酒屋还是 U 型吧台。看来吉刚对 U 型吧台有种特别的感应。惠子训得我挺机敏的，但今儿个就我一个，连举杯的伴儿都没有，不成一闲就想着前辈。酒真不错，啤酒像往常一样美味。接着老板娘端来一盘菜，说是小吃开胃，可这一大盘子菜多又实在，差点当成主食了。上汤蛋卷质感极嫩，好似轻轻一碰就碎，那甜蜜口感一吃就化，是老板娘试了几十次才做成的。难怪旁边的食客都这么说，人们慕名而来，专为这道小吃来这家店。吉刚刚松一口气，就忍不住想，真希望惠子学姐也能尝尝这个。为了别再想惠子学姐，吉刚自己灌了一大杯酒，接着又要了杯白酒，还有瓶汽水。似乎他不太懂怎么调酒，懂的话教教我呗。这个简单，直接撕开包装，倒进杯子里，弄得不错，接着把汽水加满，搅拌起来真有意思，喝起来也咔哧咔哧的，就跟小点心似的。吉刚心想，这肯定是惠子师姐连想都没想过的牛逼喝法。紧接着就要来尝尝烤横膈膜牛肉了，都是厨师用心在炭火上慢熏慢烤出的，搭配细葱加点芥末，单看颜值就相当吸引人。一大块牛肉蘸上带芥末的酱油，肉质厚重，芥末的微辣又让人感觉特别提神，挺配的。学姐肯定也会爱这味。吉刚再来一份内脏，这家独创内脏串，软烂入味酱重，太香了吧。吉刚头一次尝着内脏，他以为只有老店有这味，实际这店才开6年，老板在炉前认真烤肉，老板娘笑眯眯的，灵巧的忙里偷闲，俩人离不开对方，成了这个 U 型酒吧的灵魂，俩人配合得很。吉刚一时错把旁边的客人当成了惠子学姐，这时候电话铃响了，吉刚还以为是惠子呢，竟然是倒霉蛋山田。吉刚一出小店就接了电话，居然是惠子妹妹杨子。山田告诉我的，叫我把你找出来，这点小事儿他都搞不定，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呢。难怪他叫我去喝一杯。吉刚，你喜欢我姐姐是吧？别闹了，加油吧，吉刚。这时候不表白就太废了吧。听说山田向杨子表白了，结果人家没答应。吉刚挺吃惊的，但山田说自己不后悔，还劝吉刚也得向惠子坦白感情。我绝不再被叫做废柴。吉刚回座位上居然哭了，他猛吃内脏煮，又把桌上的酒干了，这就是他为表白做的全副准备。惠子想单独青丝，就选了个叫冰六的 U 型酒吧。想来好久没自己来 U 型酒吧了，这阵子都跟吉刚一起，这小店的安逸正好理理心情，就是还没机会告诉吉刚这地方。老板给惠子上了小吃，随口问他要啥，要不来点萨摩无双。给我来壶开水和一份炸冰六。炸冰六就是油豆腐裹着馅儿，再扔进油锅里煎。惠子坐在吧台，用开水稀释他的萨摩无双，这样可以调酒的度数。他嘴里尝着是红薯的味道，鼻子闻着油豆腐的香味。端上来的油豆腐煎得两面金黄，蘸点醋口感既脆又不会太油。晚上来份炸串，太幸福了。咬一口再来杯热烈的酒，应该能好好想想事儿。店里来了个熟客，是那家旧书店的店主，俩人聊得挺投机。店主看出惠子心情不佳，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女性在哪个时代都不易啊。他们一起点了份锅贴，通常都得蘸点醋，馅儿多多，皮儿脆脆，真太好吃了。这饺子皮真脆，味道棒极了，对吧？尝尝别客气。惠子幻想着正有吉刚坐在旁边，她也特想让吉刚品尝这美味的锅贴。惠子在回家路上收到了男友发的消息，让她就去不去意大利的事回复，且得立马答复。惠子一转身，男友就在她后面了，可吉刚跑着赶过来，一到惠子家门口，就看见惠子跟男友紧拥，所有勇气都化成了失望。吉刚强忍泪水默默离开，他们之间还有希望吗？鸭肉在锅里煎得滋滋作响，再用喷灯把表皮烤脆，脂肪满满，搭配一杯陈年日本酒，到底谁能不动心？男友这回从意大利回来，一心只想带惠子去意大利定居，和眼前这碗香喷喷的炒面。本打算告白的吉刚，见到惠子与男友拥抱的一幕，
却像没气的皮球，彻底丧失了斗志。就像公司那个没人想接的办玩偶分发气球的差事，他也自愿去干，就为了累累身子，免得胡思乱想。我现在真得动了，不然我要崩溃了。那我走了呀。可是干完活后，浑身是汗的吉峰又开始发呆。现在似乎不该生气，趁惠子学姐走前，我得见她一面。她要道个谢，再表露点真心。吉刚邀请学姐惠子去刚发现的 U 型吧。惠子欣然允诺，当成 U 型吧的毕业实战。那晚约好。吉刚提前抵达锦溪町的这家居酒屋，这里的清酒种类繁多，毕竟惠子是超爱酒的吃酒女。吉刚觉得学姐来了肯定超高兴。学姐因为工作会迟点来，那我就先来杯酒等等。抱歉，还是要之前那个菜单。那瓶老酒真香些了。再来份马斯卡彭意大利酱。马斯卡彭煮的呀，记下了。明明是土产酒吗？这 U 型酒吧还真用红酒杯端，琥珀般的酒液亮晶晶的。惠子学姐要是看到这酒，肯定大吃一惊。吉刚尝了一小口，酒香四溢，口腔里弥漫，跟威士忌似的，味道让他彻底放松了。尝尝这搭配的马斯卡彭店主，细嚼慢咽品那香味，再喝口熟成的日酒，甜意立马涌上心头。以前想都没想过，能自己在吧台喝酒，都是学姐惠子的功劳。她推荐了那么多 U 型酒吧，俩人还一块儿品尝了很多美味佳肴，畅饮美酒，还开心的笑了好多次。大学时候都没和学姐聊过这么多，在 U 型酒吧喝酒，才发现学姐不一样的一面。吉刚心里不由得感慨，今天是和学姐最后一次喝酒了。你咋自个儿就醉了呢？学姐你啥时候到的？就算我到了，你还是独自快活的呼呼大睡。我没睡觉，因为你说晚点来，我就随便想事。想啥了？也没跟惠子学姐说。她说这店特色是日本酒，就点了瓶扶桑鹤陈年酒，还有烤鸭。今儿让她点保证没错。酒色之所以这么正，还有那比普通清酒浓郁的味儿，全是因为老板直接用酒瓶子拿来熟成。厨房里的鸭子在锅里煎呢，鸭皮因热紧缩了，用火枪把外皮烤焦香，浇上酱之后，这菜就出彩了。感觉这已经超出居酒屋的水平了。鸭肉油香太诱人了，配陈年酒简直绝了。你也长进不少。U 型吧台我们一直自己没喝过，这都是跟服务员边学边卖的。我就知道，惠子说吉刚最好的就是真诚，从来不做作，能这样一起喝酒真好。两人都很放心的交流，真是太感激学姐了。吉刚想对惠子表示谢意，因为她推荐了 U 型酒吧。之前他每日坐地铁去上班，天天加班到精疲力尽，不停抱怨拖他后腿的山田后辈。是 U 型酒吧让他的狭窄世界突然变得宽广。在 U 型吧台，他遇到了各式各样的人，逐渐彼此理解起来。形形色色的人各有吸引力，这世界还挺美好的。这让吉刚挺开心的，爱上了 U 型酒吧和人的风情。他觉得学姐既美又有范儿。在 U 型酒吧相聚的日子，吉刚发现自己真的爱上了惠子，但他认为惠子该去更宽广的天地，他得为去意大利更努力。此刻的惠子强忍泪水，眼睛红了，所以决定不去了。接下来我要在日本好好加油。吉刚超级开心，以后我们能一起去很多 U 型吧了。只是惠子的男朋友得单独待着了，开启回意大利的旅程。他明白这是没办法的事，毕竟意大利找不到 U 型酒吧。涂了浓郁酱料的烤猪杂碎，全鸡精华熬成的鸡汤豆腐。2年后再次光临 U 型酒吧的第一餐，绝对是最完美的美食。他在广告公司效力8年，现30多岁的吉刚终于晋升为经理。小弟山田建议去 U 型酒吧庆祝一下，那就让吉刚掏钱庆祝吧。终于有点精神了，是不是终于忘掉惠子？要是这样就太好了。吉刚拒绝了山田，下班后直奔的就是这家利吧。手上的冰皮虽然挺解渴，但还是希望有惠子学姐陪，梦想着在 U 型吧台和惠子庆祝晋升。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幻想。惠子学姐2年前就去国外学做菜了，决定弄清楚两人关系前不联系，所以这2年几乎断了联系。现在吉刚只能看惠子的美食视频，看看学姐的近况。今晚吉刚点了金枪鱼刺身，
一份炸干和炸竹轮。最近去 U 型酒吧老想起惠子，所以都挑这种小酒馆，带着平板，新鲜的金枪鱼加酱油和芥末，再配一口酥脆炸鸡和冰啤酒，简直是打工族的完美晚饭啊！吉刚拿出一本小册子，这是惠子留下的，他出国前给的，记录了各地酒吧的详情，包括小店位置、招牌菜，还有 U 型吧台的样子。正是在这样的 U 型吧台里，他对惠子的情感逐渐加深。又是一天给后辈山田收拾烂摊子，出差地点旁边有个不错的 U 型酒吧，那就去喝一杯，好久不见了。好紧张，2年没联系学姐了。好久不见的 U 型酒吧，完美展示了 U 型酒吧的特色，简直是典范。吉刚最爱做烤炉前，可以享受看、闻、尝的3重乐趣。要来点啥？就那个生啤和牛肚拌菜吧。来一杯生啤，再来份牛肚好嘞。隔壁桌客人边喝边聊，那一股熟悉的气氛又回来了。哪怕时局如此艰难，这帮人还是坚持支持着钟爱的小店。就算我因私事未能光顾 U 型酒厂，他依然在那等我。啤酒大杯喝才过瘾，吉刚每喝一大口，似乎在回忆与 U 型吧台的一幕幕，也想起和惠子学姐的许多往事，激动得忍不住流泪。老板见惯了，客人边喝酒边哭。牛肚和黄瓜丝搅拌成的小菜，黄瓜爽口，牛肚弹牙，嚼劲十足的感觉太爽了。听着旁人的聊天逗趣配酒，已经好久不曾有这体会了。就是这 U 型吧台的妙处。门一开，山田居然进来了。找到你了。山田怎么跑来了？山田专门上网搜了这店，就为了看你在不在。然后他就坐在吉刚旁边，要了杯柠檬酒。两人又来了份炙烧品尝。别看串儿小，肉里已经充满浓浓香味，大蒜味增味儿，啤酒真配，吃一串就停不下来。老板选的肉质量真好。哎，这是猪肉啊，可招牌上不是写的烤鸡肉串吗？原来这儿一直都用猪肉串搞的烤鸡肉串，对不对，老板？边吃边喝啤酒就对了。吉刚心想，意大利那边现在阳光明媚，怎么惠子学姐还没回我短信？这时候身后的门被人推开。晚上好，惠子，跟学姐同名啊。来杯生啤上生啤，声音也挺相似。等那人坐下，吉刚这才意识到面前的一直念念不忘的惠子学姐，这让吉峰吓得不轻，差点把酒喷出来。原来惠子因为点事儿分手了才回来。听说惠子分了手，吉刚乐得几乎跳起来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他们先痛快地干了一杯，接着又点了盘味道十足的烤猪杂，大肠既肥又嫩，搭配浓郁酱料最下酒。惠子说这酱汁店有50年历史了，店主一直保留着老酱。今晚得以日酒和鸡汤豆腐收尾，细腻滑口的豆腐配香浓鸡汤，喝酒后对胃格外慰藉。再加片烤年糕，就是回头客才懂的秘密菜单。吉刚虽收到了惠子的笔记，但从未亲自尝试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因为他以为惠子或许不会回来了，但现在能再跟惠子在 U 型吧台喝酒，真的很幸福。好好在 U 型酒吧开怀畅饮，一大锅牛杂豆腐炖得正浓，这口锅已经炖了40多年了。这锅醇香的汤汁里融入了时代的精髓，只搭配白饭也能吃出顶级享受。回国后的惠子名声大噪，日程满档，上回出版的菜谱成效不如预期，那本以给男友下厨为题的番谱流露出恋爱里女性单向奉献的意味，所以这次他给出食谱，想多下些功夫。他想出的主题是忙碌中也能轻松做的美味佳肴，让人精神百倍。不晓得去那 U 型吧台坐坐，是否能激发出点新意。同事美纪跟惠子推荐了一间莆田的小饭馆，自称是自己真爱的秘密基地。这家店铺形状细长，空间不大，得站着吃喝。刚下班，店主就喝多了，俩人先来了冷酒，配酒小吃选的是鱼子和河豚刺身。店里自制的鱼子用喷枪轻烤至表面微焦，再切成均匀的薄片。担心惠子他俩吃不够，老板特意切了6片，能分到每人3片，只要880日元，这价钱实在是太便宜了。店里待客也很慷慨，给你倒酒永远都是满满的。还有他们的河豚刺身切得既大又厚，
还要切得够薄，能透出盘底的图案。做到这点技术要求很高。烤过的鱼子口感特别好，外表烤得恰到好处，将香味封存其内。这时候得来一口冰凉的清酒，把发丝夹到耳后，小心翼翼贴近酒面，再慢慢品味，真是太享受了。搭配柚香醋吃河豚刺身，肉感新鲜弹牙。最棒的是这价格，能品尝到这么大片野生河豚，哪儿也找不到这么便宜的了。这家小店的生鱼片真是又肥又嫩，轻轻蘸点芥末，立马就能尝到最新鲜的鱼味。一小盘一小盘的，尝尝各种美食真不错。女士们吃的不会太饱，还能边喝酒边享受。西班牙也有许多这种小菜。惠子决定下本书就以开胃菜为题，感觉挺好的。对惠子而言，这是个超棒的小店，店主夫妇全力以赴，带给客人特别的美食和美酒享受，还激发了他的烹饪灵感。惠子建议再去另一家店，这回是他推荐的好居酒屋。趁着难得的机会，不妨叫上吉刚。因为加班会议，吉刚就带着山田一起过来了。俩人绕了好几个弯才找到这店。吉刚依旧点了啤酒，山田则换成了柠檬苏打酒。惠子姐最近好像挺忙的，能跟你喝酒我也挺高兴，能与美丽如美姬共饮，真是太幸福了。谢了。得了吧，你还学会在 U 型吧台享受了，是不是有点得意忘形了？我得把刚才的事告诉我妹。开玩笑的，别当真。杨子那边就别提了，我对杨子可是死心塌地。美姬的紫苏酒看着就想一口干，这次咱们4人一起干，手里的酒味道都强了。惠子又加了2份牛杂，店里中央那大锅一直在滚烫着，锅里牛杂豆腐蛋不断炖着，掌柜旁边得一直快手脚，这也是酒馆里的拿手好戏。点的是1小份，3把葱花出锅就成，人手1个蛋更是人性化。吉刚舀了点到自家碗里，牛肚超弹牙是第一口的味，这份热乎乎又极香浓的体验，真香到不知道怎么说好。仅仅敬一杯酒以示尊敬。接下来咱们要的是店里特制的咖喱可乐饼，外皮炸得金黄又脆，里头是热腾腾甜滋滋的土豆夹着辣味香料。山田一口气就吞了1个，惠子本以为4人可以各吃半个，现在看来是没戏了，得再点1盘了。这时候大家注意到旁边那位岁数稍大的顾客，他说自己来这儿已经40年了，牛杂的风味仍然保留着上一代老板娘的手艺，他就像是跟这店一起长大的常客。可惜今天是他上班的收尾日，因为家离这太远了，以后就不常来这儿了。他离开店面，对着招牌深深一躬，感激这家店40年的慰藉和陪伴。今天最后的餐大伙儿选了豆腐饭，豆腐是牛杂锅里捞的，米饭被汤和葱花浸满，吸满了和牛的美味。热汤正是喝完酒后的最佳安慰，下班能碰上一家味道正的小店，这就是打工人的小确幸啊。牛筋炖得软糯，配上一口冰威士忌，夏天的晚饭就该这样。真的生活还要啥呢？今天成功接到1单，本来挺高兴的，可小山田看着挺没精打采。吉刚看他那样，提议一起去吃个午餐再回公司，但山田还是一直皱眉叹气。吉刚给俩人点了份大的羊肉盖饭，然后问山田咋了，说有难事就跟我说说，最近老是联系不上杨子，是不是你踩雷了惹他不高兴？前辈知不知道哪的 U 型吧台能振奋人心？本来最排斥群饮的山田，现在对 U 型吧台迷得不行。他盘算着只要找机会把杨子约到家好去处的 U 型吧台，杨子肯定乐意赴约。你想用我当诱饵吧？那个总是笑得灿烂的元气满满杨子，最近看起来垂头丧气的，前辈不想给他加油吗？行吧。吉刚翻看了惠子学姐的笔记，但是找遍两边也没发现山田想要的，于是吉刚就给惠子打电话了，结果没接到电话。羊肉嫩滑，再配上温泉蛋的盖浇饭，肉质饱满又耐嚼，店里处理肉味做得很棒，让吉刚享受了一顿美味午餐。直至下午下班，惠子才接了吉刚电话，推荐了精品的居酒屋，店名简洁叫大力，看着就精神倍增。3个人一到门口就闻香了。这居酒屋是单独烤肉的，手写菜单看着啥都香。老顾客力荐第一次得是牛杂包，常吃皮肤嫩滑哦，如果吃烤肉
推荐鲜美的肋条、牛夹和牛舌，猪蹄也得点一个。一进门就受到老顾客般的待遇，真是一间很有人情味的小店。我们3个人先各来一杯啤酒，居酒屋的乐趣得用冰啤酒开启，然后尝尝据说能美容的牛杂，一口下去暖乎乎的，牛筋的口感又酥又软，住得挺近的话肯定美。天想跑来吃一碗，他们这儿的酒是加糖浆的烧酒跟苏打。听完老板娘介绍，杨子跟吉刚也来了一杯，加冰块和柠檬，超级解渴。更加奇妙的是，加上糖浆之后会稍有梅子的味道。点了他们几个招牌牛肉，一上小火锅就嘶嘶作响，表皮青椒就能享用了。一尝就明白，绝对新鲜的牛肉，牛舌多汁，肉质饱满，蘸点酱汁竟然意外解腻。牛夹肉烤完才最鲜美，配米饭一起吃最对味，饭粒沾满酱汁也特别香，再来点辣椒提香，喝酒正好。猪蹄切块上桌，真诱人，就是可惜山田不能吃猪蹄，于是我又点了份牛筋乌冬，打算吃完后把饭倒进去一起泡着，只需放在烧烤炉边就能不断保温。泡上牛杂汤的乌冬超级入味，一不留神就吃掉一大碗。烤猪蹄表皮微酥，一口咬下去就是浓浓的胶原，当大伙喝得微醺。下班的惠子也加入了我们，吉刚终于跟惠子说起自己生经理的事了。他们一边喝着酒一边笑闹嬉戏，旁边的客人还请他们吃了玉子烧，好多胡椒加芝麻油，真好，既能助酒又下饭。常闷闷不乐的杨子看上去也乐多了，得益于大伙儿的安慰，他对找工作也释然不少了。这家 U 型酒厂挺好，能碰见各种各样的人哦，学习了许多知识和道理。酒吧里藏着好多人生大事，这锅熬了好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牛杂，它的吸引力何在？几乎是每家日本酒馆的标志性菜。这种平凡的炖菜总有一席之地。吉刚公司今有新人加入，她真的挺漂亮的，名叫小晴。社长把小晴交给吉刚照顾了。我叫山田，有啥不懂的随时找我，有问题我会问你的。社长说下周有天要跟建筑公司谈事，就让小晴也跟着去吧，这样她也能学到不少。正在忙碌的惠子因为连着好几天都在加班，突然想去 U 型吧坐坐，所以立刻联系了酒吧老板吉刚。因为下午的开会不确定啥时候能散，惠子决定去开会地点附近等，就选了之前常去的居酒屋坐坐。他一进门就说我又来了，足见这店在他心里的分量。惠子先来了瓶装的啤酒，冰镇后的啤酒味道更鲜美。这些日子累积的工作疲惫仿佛瞬间无影无踪，来这儿绝对要试试牛杂包。老板娘超大方，非得装得满满当当才行。那汤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，味儿清爽又上档次，几十年如一日就在这小锅里慢慢熬，越煮越香浓。正当惠子抬起头看到了另一位女生也一个人品酒，年轻轻的就享受 U 型酒吧的乐趣。U 型酒吧的未来惠子大可不必忧心，其实她就是刚与吉刚会面的那位小晴。她一上来就点了冰镇的木酒，真是挺不常见的。我开始吃了，喝起来味道不错，点了沙拉、炸猪夹鱼和肉饼作为小吃。这家店给的量挺足的，连沙拉都用大碗盛放呢。原以为肚子饿得慌，点的东西应该能吃光，结果桌上满满当当的，真是吓了一跳。小晴吃得津津有味，看见惠子一个人喝酒，就提议把炸物分她一半。炸猪夹鱼搭配塔塔酱真是绝配，热腾腾的鱼肉又香又厚实，配啤酒也超赞呢。就着酱汁吃肉饼，外酥内多汁，超满足。这儿的菜味道让人心安，感觉像是妈妈做的家常菜。夜幕下，小店亮起红灯笼，两个本不相识的女性聊了好些。小青提起自己是酒厂老板的女儿，正说着，惠子接了吉刚的电话。吉刚居然走错了地方，只好又赶紧往这边来。这上司真是的，提不出啥特别的建议，还不是在那收碗。明明这样，还给我说教。小晴喝点酒就开始跟惠子诉苦，那就是惠子的学弟吉刚。小晴今天开会时遇到了不少烦心事，结果问题也没解决好。这会儿吉刚总算来赴约了，门一开，我跟小晴直勾勾对上眼，俩人都差点没惊呆。小晴紧张的不行，真希望能把刚才的吐槽吞回去。吉刚先是叫了杯啤酒，
急不可耐地咕嘟了一大口，接着他点了份手工鸡肉球和切碎的金枪鱼，还要了碗煮牛杂。U型酒吧的魅力就是这么回事，就算是生活和工作中不爽的人，这儿的氛围超棒，美酒佳肴让人心情大好，什么过节都能化解。这里毕竟是人际交流的好地方，心情不佳不妨喝一杯轻松下。你尝过猪大肠做的烤串吗？外皮烤得微焦又酥脆，里面的肥油恰到好处的融化，嚼起来越来越香。惠子最近忙着编写合出版新食谱，简直忙得没空喘息啊。为了评估他设计的食谱好坏，他把拍好的菜肴照片发给了吉刚。这些美食看着真是精致极了，真的每样都超级诱人。但要挑刺的话，就是茄子和培根做法那块，要是有图就更吸引人了。除去这些图，惠子还有些东西想给吉刚瞧瞧，晚上找个地儿喝一杯，边聊边看怎样。可下午开会时，小晴又擅作主张提交了公司没过审的方案，客户挺满意的，事情还算挺顺的。待会儿有空吗？去喝一杯咋样？这算工作吗？还是不算？那我就过去了。我打算去 U 型酒厂。真的好呀。吉刚从包里拿出惠子给的笔记本。附近那家专做内脏串烧的酒厂，外头不怎么抢眼，但感觉挺温暖的。天刚黑，客人已经满满的坐好等喝酒。U 型酒厂围成店内一圈，这样的布局挺新鲜。门一开就是那独特的内脏串味，看那铁板上的油泽，就知道生意得有多好。下班第一杯就得来杯冰镇啤的，特别是这种生啤杯里的。小晴扫了一眼菜单顶端，随便点了个没吃过的盐焗猪花肠。吉刚又添了串烤鸡肉丸和猪脸肉，那就举杯庆祝吧。真是辛苦了，冒着泡的冰啤酒，一入嘴就清爽透心，缓解了一天的脑力劳动和紧张神经。下班能和晚辈小酌一番，对吉刚来说真是太爽了。这个居酒屋聚集了镇上的医生、教师和电脑工程师。最有意思的是，不管是什么职业社会地位，大家都能畅饮尽兴的闲聊。这正是 U 型酒厂的一大魅力。鸡丸子和猪肉在炭火上烤得滋滋作响，这种慢慢熬出的美妙美拉德反应，这些都特别能让人馋。猪花肠就是成串的大块大块的，油多外面微脆，一点异味都没有。猪脸肉嫩嫩的，带着大葱的香味，真让人胃口大开。啤酒配它还能找到啥更配？才吃一串猪花肠，小晴那个酿酒家的女儿喝完一扎啤酒后，接下来喝点啥好呢？小晴瞅柜台一堆瓶瓶罐罐，里面肯定全是白酒，白酒兑苏打，听着就挺配烤肉串。再来份拌猪肚和松原拌菜吧。雪白的鱼肉在炉火上烤得焦焦的，鱼皮焦黑正是这店的招牌。鱼肉又软又热，鲜美无比。猪肚口感劲道，味道超级清新。今儿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原本想开会前给你瞅瞅我准备的资料，一阵手忙脚乱就没给你看成，结果搞得跟上次一样遗憾。小晴原本以为会招来吉刚的责骂，没想到吉刚却选择和解，还邀他一起喝酒吃饭。他觉得这是吉刚在暗地里支持他，这让他稍微放心了点。但其实吉刚做这决定也是挣扎了一番，所以今天能一起喝酒畅谈真的很棒。结束后，吉刚跟惠子通了电话，跟他说这店真的很棒，而且特别有温度。然后惠子电话那头听到小晴的声音，那一刻惠子脸色一变，金剑豆腐里面居然有个整个的生蛋黄，搭上那黏糊又拉丝的纳豆，这就是日本男人的魅力。最爱的加油小菜。为推广居酒屋 App， 吉刚、山田和小晴不得不挨家挨户去宣传，似乎只有小晴效果好，真不习惯那么卑躬屈膝。累坏了，吉刚带我喝咖啡去。你不是刚休息过？小晴翻着资料，觉得附近的居酒屋几个月都走不完的路。他转过头说还想工作，差点被后面突然出现的车撞到，还好吉刚及时拉住了他。第二天小晴请假没去上班，说自己感冒了，身体不适。在去医院的路上，吉刚体贴地关心他，叮嘱他回家多吃水果喝水，还要好好休息一下。这以前的老板想都想不到会说这话。现在公司里，吉刚就只好跟那靠不住的山田商量项目。果不其然，山田的回答一点也帮不上忙。
吉刚突然意识到，好久都没跟惠子前辈联系了，要是找他，估计能得到很多好建议。于是他掏出手机给惠子发了个短信：好久不见，想去 U 型酒厂坐坐，我最近工作挺头疼的，想跟你聊聊。惠子约他到王子站附近的居酒屋，那家店有种昭和时代的味道，对吉刚来说太有魅力了。掀开帘子，推门进去，看到店里2个 U 型酒厂，老板和娘亲分别看着酒厂。来点啥呢？这儿超火的就是那个生 Happy， 就像是啤酒味的汽水，酒精含量挺低，掺着烧酒喝巨好喝。吉刚就点了一杯，惠子照常来了杯啤酒。吉刚感激惠子今儿来陪他喝一杯。聊天的时候，他把一直叫的前辈改叫惠子的名字了，可能因为一直叫对方前辈，彼此间似乎没啥火花。很快服务员就送来了点的酒，一杯冰爽又好喝的酒，简直是太享受了。吉刚点的是生啤超快乐，烧酒浓郁香醇，喝起来挺顺口。不过惠子提醒这酒最多只能点3杯，不是因为受限，实际上是连老酒鬼都得当心的酒。听说客人喝到第4杯就懵了，结果回不了家了。惠子提议咱俩开始先来点鱿鱼干和炸火腿。吉刚额外点了份能量豆腐，这个稀奇的名字应该是挺好的下酒菜，是提前用酱油和味懒腌好的。鱿鱼头和身子切开分别烤，烤鱿鱼身的时候要用筷子把它铺平，小烤一会就可以剪开上桌，颜色看上去比普通的烤鱿鱼要深哦。最棒的吃法就是蘸上带辣椒粉的蛋黄酱，鱿鱼既软又带劲，不只有风干鱿鱼的鲜味，还有蛋黄酱的浓厚。火腿厚片裹上蛋液和面包屑，然后扔进油里炸至酥筋，炸好的外酥里嫩色泽金黄就能上桌，口感浓郁咸香，让人忍不住得喝口啤酒。豆腐看着不错又好吃，但哪里来的能量呢？吉刚盯着面前这小碗豆腐，这不过是撒了葱花、海苔碎还有纳豆，刨开豆腐瞧一瞧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豆腐里居然藏着颗完整的蛋黄，扒一扒豆腐，眼泪就掉下来。滴点酱油，把蛋黄涂满豆腐上层，再跟纳豆一块吃，嘴里全是那黏滑的感觉。这些都是提神的食材呢，难怪这菜叫做能量豆腐。俩人吃着吃着，吉刚就把最近遇到的工作难题告诉了惠子，该怎么判断一个人适不适合去居酒屋呢？这时旁边的食客跟吉刚开始聊天，说这儿的饭菜既实惠又好吃。他们虽住在祁玉，但夫妻俩一有空就跑来东京的居酒屋品2杯，体验一下 U 型酒厂的风格。这家酒厂藏酒已经好多年了，吉刚听得很感动，他也希望20或30年后还能跟惠子前辈一起喝酒。每次坐在 U 型酒厂，遇见的人各不相同，听的故事也五花八门，就像剧场的 VIP 席，酒厂里的人就是主角，每天都会有新顾客来客串嘉宾。一听到这番话，吉刚突然明白了他们开发的居酒屋配对 App 项目里究竟少了啥。居酒屋里头提供的不只是酒和菜，更关键的是每位光顾的客人之间产生的情谊。这虽然没法用数据表示，但若要开发成手机应用，得做出酒客爱喝的酒。如果能主动了解客人想要啥，再加上吉刚对居酒屋的爱和懂得，肯定能成功。惠子也说，虽然不清楚30年后会咋样，和吉刚的关系会变成啥样，但他现在很确定，现在他跟吉刚一起喝酒特别开心。那就这样吧，吉刚想试试第3次生活的快乐。明明同一瓶酒，上面清的和底部浊的，喝着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如果配上牛油果和咸鱼，这个沙拉味道绝了。今天小晴心情很差，一直低着头坐在工位上。吉刚瞬间就在想，是不是自己昨天开会的时候讲话太狠了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于是他以查数据为名，带小晴去了神町站旁边的书店。但才到没多会儿，吉刚就说工作告一段落了，想拉上小晴去 U 型酒厂喝一杯。他们选的冰六居酒屋，就是惠子曾独自光顾的那家小店。巧得很，吉刚竟在这碰上了老朋友，就是那个和惠子喝酒的老书店老板。咱们在 U 型屋见的，对我是吉刚惠子的学弟，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那个人是开老书店的，这儿招牌得点烧酒，
配个冰溜炸豆腐下酒，再来一杯萨摩无双，这才是酒精爱好者的真爱。老板娘一介绍，吉刚和小晴就乖乖点了这俩。切开油豆腐塞馅儿，在小火慢慢煎在平底锅里。喝烧酒就得加点热水，这样可以自己调节酒的浓淡，所以每个人泡出来的烧酒味道各有千秋。干了这杯，好喝极了。甘薯的味道一入口就四溢，小晴头一次品尝烧酒就发现，烧酒竟然这么美味。上桌的豆腐，外皮金黄香脆，看着不厚实，其实料很足。每块豆腐馅料各有特色，有粘稠的纳豆，还有浓香的芝士块。煎饺绝对是这家小店的招牌好菜，白胖胖的饺子底煎至金黄，冰花闪闪，轻咬一口酥脆的外皮，先是响亮一声，紧接着就能尝到肉馅的多汁鲜美。在这样的酒场里喝酒吃美食，远离办公桌整理思绪和心情，真是太享受了。记得惠子学姐曾说，这儿很适合静思，现在我也体会到了，原来她以前来过这。听吉刚这么一说，小晴感觉有点小失落。就在这时，老板跟吉刚说，他最近在附近找到了个新 U 型酒厂，在这儿回味旧时光，在新酒厂寻找新鲜感，似乎成了他的新爱好。吉刚一听这消息，就立刻发信息给惠子，约了惠子有空就一起喝酒。这间小餐馆装潢比普通居酒屋更潮，这儿全是清酒，种类多到不知道应该选择哪种。服务员建议试试新鲜的浊酒，更合适冬季。小晴要了一杯，服务员开盖，先倒给他点上面轻的，喝完那部分再摇一摇倒浑的给他。同一瓶酒呢，味道居然差那么多，酒香和甜味真让人再想喝一杯。吉刚因为喝多了，想换个度数低点的，这瓶佐贺新酒窖的就挺合适，口感丰富但很好喝。店员又给他们上了自家做的米糠泡菜，有秋葵、明和、小番茄、胡萝卜，都挺清爽的蔬菜，通过米糠发酵腌很久，味道多了股酱香。下一个开胃菜是牛油果和咸鱼内脏，虽然外观一般，但香浓味道里带着咸鲜，特别适合配酒。刚忙完直播的惠子迟到了，一看到惠子，吉刚就开始闹着玩。小晴看得心情不爽，就找借口说要回家整理资料，赶紧溜了。惠子知道小晴为啥这样，但吉刚没懂，还推荐惠子搞小晴喜欢的混酒。他真的是反应慢又无能。你试过这种炸串吗？一出锅就端上来，轻轻一咬，汁液立马迸出。上次看到吉刚和惠子闹别扭后，他一脸不高兴，就提前回家了。此后小晴对吉刚的态度明显变了，他也搞不清楚自己对他究竟是什么感觉，因此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吉刚。因为有了新项目，吉刚叫了山田和小晴到会议室，说是把之前的居酒屋 IP 项目完全交给他俩来搞定。我常跑那家 U 型酒厂，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你的。山田，你总算有点前辈范儿了。山田还是老样子，特别容易激动，但小晴看着挺不高兴，连吃饭时都得听他抱怨山田。山田解释说，吉刚德去接的案子是老客户交代的，客户点名要惠子，只能让吉刚去支援了。惠子应该没空，他超忙。惠子要是拒绝了，他们俩的好久兄弟可就要闹掰了，那我们俩也麻烦了，得让前辈加把劲儿。希望他谈不上那啥，只是我们这边挺顺的，希望他快回来。他那网上做菜视频火了后，惠子现在挺红的，电视采访天天排队。杨子妹妹今天来串门，本来想趁午后和杨子闲逛喝杯茶，吉刚忽然来电，要跟惠子谈谈工作的事，结果姐妹的小聚就成了惠子和吉刚的单独会面。每次踏进这间暖黄灯光的小店，惠子总像回到大阪的家一样。听说这是东京最早的大阪炸串店呢，得尝尝这个。惠子说店老板曾在意大利学做饭，所以这炸串跟西式炸饼一样，又酥又松，吃多了也不腻。那得多点几串，种类这么多，眼花缭乱。惠子建议先点些基本的炸串，再来个土手烧，吉刚再加个巧克力香蕉。等炸串时，咱们先喝啤酒解解馋。夏天下班冰爽绝对必须。老板细心分了2份炸串，这回吉刚少见的拍了照。啥时候你也拍菜了？
居酒屋配对 App 上用，可能用得上做参照，想发给小琴看看。你挺会照顾人，好榜样。我们先干这炸串吧，配盐或配酱可选。炸虾沾点海盐，味道更鲜美，外皮酥脆到极点，多吃都不觉得腻。徒手烧呢，就是牛筋肉搭配味噌、味懒，炖很长时间做出来的，吃起来跟金钱肚似的。做法精致不同凡响，味道比常见炖牛杂独特些，但味道好到想淋在白饭上一块吃。而巧克力搭香蕉是另一种甜，这么一吃完，立马想来点咸的，就又掉进炸串美食的循环里去了。小琴收图短信乐开了花，感觉吉刚连喝酒时都在牵挂着他，于是慌忙的就往吉刚的居酒屋跑去了。此刻惠子和吉刚回想起他们曾经去过的那些小店，近几年因为不可控因素已经停业了。他俩接下来的小菜是洋葱银鱼炸豆腐比萨。第一次去 U 型吧时，月岛先生点的芝士配炸豆腐，味道绝了，加点小银鱼更是锦上添花。这时该配杯暖酒，每次去 U 型吧尝尽各种好酒佳肴，碰见过不一样经历的顾客，每一次体验都独一无二，因此得全情投入去享受。喝得七七八八时，吉刚掏出了自己的企划书，想让惠子加入这个项目。这时小琴已经快到了，他一到就看见吉刚跟惠子正从店里走出来，看到惠子高兴地答应吉刚，他只好躲在电线杆后，连呼吸声都屏住了。显而易见，吉刚和惠子的距离正慢慢缩短。惠子在意大利的前男友居然又出现了。你尝过烤胸口吗？就是牛身上最肥美最香的部分，一咬仿佛奶香味冲进嘴里。除了美食外，小店还有多种不常见的部位制成烤串。经过长时间辛勤工作，小琴领头开发的居酒屋搭配软件终于初具规模，还赢得了社长的高度评价。看到小琴的优异表现，吉刚建议把下一个大项目也让小琴负责。社长对此非常认可。现在只有山田在团队里尴尬，毕竟他来的比小琴早，可成绩还是没啥。会长，我还有个会，我先走了。真不容易，你既然说服了忙碌的惠子老师，你那边也要继续努力啊。但是惠子最近状态不太好，上次和吉刚一起去过 U 型酒厂，回家时门口碰见了从意大利回来的前男友。美纪看到惠子脸色不好，催她别再多拿活了，一是太累，二是干不完，赶不上开胃菜方案的截稿时间。是因为吉刚先生推的才答应的吧？要是换人可能搞砸呢。美纪你真烦哦，不过我是有个条件，就带上你一起。他还想了个绝招，就是搞个有地方特色的小吃，这样无论本地人还是游客都会觉得很吸引人。下班后吉刚回到了办公室，但他的前男友小林也跟着来了，两人似乎互不相识。小林来的目的是要见公司的老板，只要你开口我什么都干，你听见了吧？他说什么都干。行，记住了，要是能跟您合作就太好了，请一定光顾。有本事的人真的不一样，太让人羡慕了。吉刚正翻着小林的作品集呢，他不知道这些照片每一张都是小林投入好多时间才拍成的，像这张极光他等了整整4天。小林建议大伙儿去喝一杯，咱们可以继续聊得更深入。老板提出用咱们新开发的软件，我们给大伙找了个居酒屋，但小林已经挑好了个 U 型酒厂，跟吉刚的兴趣正好撞上了，于是俩人一块儿去了。就在霍市车站旁边的居酒屋，叫合同的地方。老板娘记性特别好，连只来过一次的顾客她也能记得一清二楚。那儿有吉刚最爱的位置，又闻到烤串的香气，又能看着串儿转啊转，简直是个味觉视觉大派对。小林老是来这儿，坐下来就要了新舌头，脸颊脖子和喉咙串儿，每样2串，再来杯啤酒。这俩人肯定不知道彼此是谁，不然不会笑着碰杯喝酒。一串烤胸口肉有3块，软嫩多汁，一咬即溢。这个味道让常年在意大利的小林日思夜想了3年。酱汁鲜美，微带甜意。掌柜的说，这调料可是店里开业就有的秘方，迄今为止都有65个年头了。盐烤牛舌吃起来微微发脆，嚼一口香气四溢。这酱烤猪面肉一口咬下去，满嘴肉汁四溅，
火候拿捏的恰到好处。老板娘有着20年烤技，连客人多熟的喜好，她都记得一清二楚。盐烤喉管很是稀有，不是随时能吃上的，口感胜过软骨。那猪颈肉酱烤得鲜美多汁，入口即化，可见老板娘的20年烤艺。一转眼盘里只剩竹签，2个小伙儿打3把，菜单上的好菜都尝个遍。小林跟吉刚推荐了一款5加啤酒，介绍说是把中药材泡在中国的烧酒里做的，大概是药酒。吉刚头一遭尝着深褐色酒水，天已暗了下来。小店顾客络绎，外头搭起几张临时桌。店里吉刚同小林正品尝着烤猪肝，药酒搭猪肝一口，令人陶醉。意外地竟无怪味，反倒与猪肝相得益彰。望向店内食客，许多都是年岁较长的老先生，这儿喝酒喝了好几10年，交到了至交的饮酒兄弟。想到了何惠子学姐的往事，或许还是朋友关系比较好。吉刚向小林分享了自己的经历，一直暗恋我们喝酒的学姐，她刚跟男友分手，打算鼓起勇气跟学姐告白，可一想到可能会弄丢这份友情，就又犹豫不决了。小林鼓励我去告白，说如果不成也没关系，他愿意做我的酒肉朋友，随时准备陪我解闷，听我倾诉感情事儿。小林表示他这趟回国最主要就是想复合分手的女朋友，2个原本是情敌的男人却意外合得来，彼此还有点惺惺相惜。这时吉峰的手机响了，是惠子打来的，他们俩约好下次找时间再喝一轮。俩哥们都深深迷恋着同一女子，只是他们现在还没意识到钟情的对象是同一个人。真搞不懂当这层薄膜揭开时候他们会作何反应。这家烤肉店不让点菜，一坐下就连续端上8串烤串，听着似乎不多，但保证吃得饱饱的离开。最近惠子的工作有长足发展，但她还是忍不住想起几天前碰到前男友的那一幕。当初为了工作专心才分的手，回日本后有了 U 型酒厂，还有跟吉刚愉快畅饮的回忆。惠子原本以为2人的好日子可以没完没了，岂料小晴出现在吉刚身旁。我究竟是怎么了？想着惠子就给吉刚发了条短信，叫他一起去 U 型酒厂。吉刚打定主意今晚非去不可，因为他打算再向惠子坦白心迹。不同于平常的是，今天惠子建议在 U 型酒厂尝套餐。西餐套餐的居酒屋真稀奇。今儿俩人来到了东营作站边上，一进门店里雾气腾腾，酒厂满是烤串和忙个不停的烤炉，看上去怎么都不太对劲儿，像没西餐的样子。俩人先各来了杯啤酒，然后惠子点了个8串套餐，各种串子在裹了糊的烤炉上，慢慢变得诱人。厨师挥扇子让火势更旺。串儿还没好，那就先来点开味菜冲冲击。聊到近期的工作，吉刚提到小晴最近挺上进的，惠子说她想尝试更多异国美食，还想亲自去体验。吉刚在想他会不会又要出国深造，或者还念念不忘国外的前任。想到这，吉刚越发不安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向惠子告白。就在犹豫时，老板端上菜来打断了他。第一串是蘸了芥末的鸡肉串，用的是名古屋当地的土鸡，烤的火候恰到好处，吃起来鲜嫩的不得了。接着是烤鸡丸子和套餐里的汤，鸡丸子吃起来很扎实，串里头都融合了过去的审美。传说店主是从小摊儿起家的，居然把店面开到了银座，多年来味道一直没变过。店内的员工厨师都是老板家里人。烤鸡肝外头刷了层酱，味儿更加醇厚了。味增烤鸭撒点葱花就完美。鸡腿肉咬一口，汁水四溢，鸡皮烤的外焦里，嫩香味四溢。烤鸡翅搭配上烤银杏，完美结束这顿饭。咱们吃最后一个吧。好的。惠子提到的最后一道菜就是泡茶饭，揭开盖一股茶香，和紫菜鲜味扑鼻而来，泡过的米软绵绵，吃起来特别舒服。这是小店的秘密菜单哦，除非是老顾客，否则根本不会知道。俩人一左一右站在店门边，惠子忽然意识到自己被撸串迷住了，似乎有啥要紧事儿给忘了，但也没啥，只要和吉刚在一起，不用担心啥就挺好。吉刚也记起本来打算告白的，结果被烤串又走了全神贯注。几天后，因工作中用到的图片牵扯版权问题，吉刚找到了小林。小林把吉刚当好朋友，说有啥难处肯定帮忙。
就分享了自己拍的极光照给他。因为工作突然出了状况，吉刚熬夜在公司把策划搞定了。小晴也特别感激，所以他打算带吉刚去自己珍藏的 U 型酒厂。没想到那是前几天跟惠子那家烤串套餐店。吉刚一到门口立刻尴尬爆了，店员们盯着他带着2个不同女孩来过，眼里那表情明显想说啥。吉刚开始怀疑他们是不是都当他渣了。虽说东西挺好吃的，但他心里一点都不爽。小晴说吉刚工作上总帮他忙，他真的很感激，就是吉刚提惠子提得太勤了，真想吃碗茶汤泡饭呀。回家路上，小晴问吉刚是不是跟惠子来过这里，你还要暗恋到啥时候？小晴其实没醉，她抓住吉刚衣服，跟吉刚说找个真心对他好的人才会幸福，强调他就是那个能让他开心的人，然后猛地抱住了吉刚，吉刚也就任他抱着。这一幕恰好被桥上的惠子撞见，他脑子里思绪纷飞，牛肉外焦里嫩，带着新鲜花椒的味道，会是啥滋味呢？在这间当地的居酒屋，这道菜真的是又贵又豪华。山田一大早就开始磨吉刚一起去吃午餐，还提议要去那个4天没去的大分量食堂，可能是有心事。吉刚找借口说不太饿，随便买点东西带回来吃。但当小晴说他也会在办公室吃饭时，吉刚难堪的跑去公园吃面包了。都怪那晚小晴对他告白，吉刚迟迟没回应小晴。事态更糟，他喜欢的惠子学姐连告白的勇气都没有。现在他心里有惠子，小晴又喜欢他，这情况真让人没法集中精力，真想啥都不想，和惠子学姐轻松的去 U 型酒厂喝一杯。正翻着惠子给的笔记本，吉刚突然在夹层找到一张简报，一看竟是小林的照片。惠子学姐怎么会有这个？吉刚这才明白酒友小林先生原来就是惠子学姐的前男友阿透，而小林先生还想和惠子复合。此刻的惠子也很犹豫，她本想去国外深造料理，上次撞见吉刚和小晴抱在一起，感觉自己留下来也没啥牵挂，得和吉刚小晴讨论工作室。没料到杨子这时候来工作室看望，说他已经找到工作，可能以后没空去 U 型酒厂了。惠子想为妹妹庆祝一下，打算找机会带她去 U 型酒厂好好庆祝。看到吉刚和小晴那刻，惠子显得有点尴尬。杨子把这些奇怪的动作都看在眼里了。你俩现在怎么样了？啥怎么样？他可是顶级的喝酒伙伴。但是这么继续下去肯定不行，吉刚可能就要和那个叫小晴的女生在一起了。都说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，从杨子的视角来看，吉刚和姐姐惠子明明是互相有意思的，却始终迈不开步。几天后，杨子拜托山田约吉刚一块儿去 U 型酒厂，大家在四谷三丁目站附近见面。酒厂内安静宜人，惠子一眼看到吉刚，立刻明白这是妹妹搞的鬼。菜单从凉菜到甜品应有尽有，得到老板关照。今天特别为他们准备了套餐，每个人先来一杯啤酒，庆贺杨子找到了满意的工作。我们点了个鲍鱼配嫩芽的凉菜套餐，搭配的还有鲜美的海胆和高汤冻。这么豪华的凉盘，大家在这家居酒屋里头一遭，各种食材的美味都展现无遗，正好一小口开胃，慢品细尝，边喝点酒，静待下一道菜的上桌。这就是大人的享受。比如马头鱼竹笋汤，汤清味美，鱼肉嫩滑，对山田而言，能下饭就是极赞的。尝到这么用心做的美味，顾客们心情顿时明媚。好菜就是有这魔力，惠子学姐做的菜也是，总能让我心情好转。咋变得言不由衷了？我说的全是实话。看姐姐又和吉刚开起玩笑了，杨子的笑容也多了点。接着大家换着喝清酒，也是为了搭下道菜。醋泡地瓜干跟木芽，这食材做醋泡真不常见，这味儿我头回尝，这口味道简直让人一世难忘。末尾的微苦真是令人回味无穷。接着上桌的是烤尾鳍牛，旁边摆着的调料是盐、芥末，再加上煮海味的花椒和腌制的生胡椒，还有店里独家的辣味酱油。牛肉只有外围一圈煎过，里面都是鲜红的，别被它的生相吓到。一口下去，美味的整个人都放松了。真没想到这家 U 型酒厂
能吃上这么讲究的美食，完全重新定义了 U 型酒厂的档次。吉刚真得感激能来这样的好地方，多亏了惠子。你这么爱 U 型酒厂，一定是跟你的性格有关。我就是喜欢吉刚你这种亲切感。就这么被惠子夸了一下，吉刚也挺高兴的，好希望能这样一直玩下去。大家闲聊的时候，店长在给我们冲最后一波咖啡，还有特制的橘子奶冻配着吃，真的挺完美的结尾。回家的路上，吉刚终于鼓起勇气，惠子前辈，我想要离开日本了。吉刚想告白还是没说，难道学姐要和小林一起去意大利？他忍着泪只好祝学姐和小林幸福，然后把笔记本还给惠子就跑了。明明惠子还有话要说，新鲜刺身和超大烤扇贝，这不正是美食爱好者的最爱吗？心动的表白时刻呀！转眼就到大结局了，吉刚和惠子终于能袒露心迹吗？惠子打算出国了，同事美纪好不舍呀，哭着抱着惠子道别。杨子爱哭鬼一个，决定不去机常送惠子。姐妹俩想着，只不过分离1年而已嘛，很快我们就能重聚，把工作室里的东西全搬光。惠子给吉刚打电话，想说自己要走的事儿，但吉刚没接惠子的电话，惠子只好发短信给他，想约他到沟之口的居酒屋见一面。恰巧小晴看见了这条信息，于是俩人午休在公司旁边的饭馆，准备来场深聊。之前那事儿，小晴不明白，吉刚对人都真心的，为啥就是对惠子不行呢？希望吉刚能更自信点。他说完就扭头走了。这家居酒屋挺有传统的，坐在店里的惠子心神不宁，他不确定吉刚会不会来，就先点了瓶啤酒，接着一个人沉思起那天晚上前任找他的场景。前任表白已经想安定，还想让惠子跟他去意大利定居，最终还是被惠子给拒了，连点心动都没有。老板再推荐了土豆牛肉炖，土豆搭配肉块，味道虽然不算惊艳，但有一股家的温馨感。天开始变黑，吉峰还是没出现，觉得差不多该走了。惠子再点了奶油炖菜，这味道真心暖暖的，很舒服。这会儿吉峰来了，推开了门，你要喝啥？这店连份菜单都没有啊。对，什么都没。看来这就是 U 型酒厂的终极版吧。这小店有啤酒、日本酒和烧酒，吉刚一贯先来杯啤酒开始，果真还是俩人一起喝才过瘾。然后老板上来了一盘超精致的生鱼片拼盘，章鱼、金枪鱼、三文鱼都特别新鲜，蛋卷也看着很诱人，可他俩没点那个，这就是这家店的吸引力。不用你说，老板就懂你想吃啥。三文鱼清蘸酱油，立马尝到最鲜美的味道。金枪鱼搭芥末酱油，肉感超级鲜嫩。想吃烤扇贝好说，大如巴掌的鲜扇贝撒点酱油就超好吃，烤熟铺上炭火的扇贝，肥嫩的贝柱嚼劲十足，简直跟清酒绝配。吉刚换清酒喝了，老板又端来一盘叉牙鱼，这菜直接吃也行，搭蛋黄酱和调料也美味。大家一边聊天一边轮流干杯，老板仿佛心有灵犀般及时上菜，俩人吃得不亦乐乎。惠子险些把正事忘光了，店里客人都走光了，老板出门买东西连门也给关了。现在在最爱的 U 型酒厂，就剩惠子和吉刚俩人。其实我本来今天不打算来的。惠子说她又得出国1年，吉刚以为惠子要去意大利，跟小林先生风流快活。他前阵子问我去不去意大利，但我不打算再和他一起了，工作都受影响了，我才离开他回了日本。惠子说这次是去加拿大，一家媒体公司看到他做菜的视频后联系了他，想拍一档环球吃美食的节目。吉刚听此才稍感安心。惠子继续说，他回日本不只是因为 U 型酒厂，而是发觉和吉刚在一起的日子对他而言太宝贵了，因此在走之前，他决心向吉刚表白自己的情感。抱歉，你不是有小晴了吗？小晴是谁啊？惠子把那天看到他俩拥抱的事告诉吉刚，他没想到自己搞错了。吉刚解释说，小晴只是个重要的同事，和山田一个性质的，他眼里始终只有惠子，他希望能一直跟惠子在 U 型酒厂喝酒，这就够了。两个彼此暗恋好久的人终于说出了心里话，尽管来年见不了面，
只要惠子能为梦想闪闪发光，吉刚就觉得太好了。他会耐心等惠子归来。你对我而言就像独一无二的 U 型酒厂，我对你也是这般感觉。